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婚礼当天，我换了个新郎。于峰为了拍戏受伤的小青梅逃婚了。事实上，我毫不在意，可宾朋满座，箭在弦上，我不想再成为笑柄。我转手拨给随手捡的男大学生，电话那头，姐姐，婚礼前打给我，是要给我转正吗？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收到王思雨发来的微信的时候，我正在写明天婚礼的誓词。他发来一张男人穿着浴袍的背影，只要熟悉的人都能认得出来，这是我的未婚夫于峰。只1秒，王思雨就撤回了消息，可我已经眼疾手快，保存并截图界面，无他，唯手熟耳。毕竟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我看了几眼空空的结婚誓词卡，拿起笔轻轻画了个叉。本来就没有什么想说的，手机适时的响起，这对野鸳鸯连节奏都把握得蛮好。于峰的声音微喘，雨堂，今天客户躁郁症突然发作，直接从窗户跳出去了，现在还在医院，我赶不回去了。婚礼改到下周，你通知一下大家吧。这是什么新奇的借口？我忍住想吐的冲动，突然觉得一切没意思。于峰，不如我们取消婚礼吧。我捻了捻眉心，感受到一阵酸软。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言语里带着怒气。我说过我会给你婚姻的体面，你还有什么不满意？房门被敲响，客房部送来了一大束桔梗花。程小姐，这是一位王小姐送的花，祝您新婚快乐。这次我没忍住，到卫生间大吐了一场。看着镜子前吐完狼狈的样子，我忍不住嗤笑自己没用，笑着笑着又哭了一场。我把花让客房部经理拿去丢了，回到客厅拿手机拨号，不取消婚礼，那我就把这场婚礼变得让他们更难忘。电话很快接通，那头向来清亮的声音，今天带着点沙哑，明天婚礼。姐姐今天给我打电话，是要给我转正吗？我闭了闭眼睛。500万，考虑吗？陆舟很快发现了我的不对劲。你是不是在哭？谁欺负你了？我没有回应陆舟，他就静静地陪着我。我回到陆家的那一年生日，妈妈到剧组来接我，捧着一大束洋桔梗花，在我面前被车撞飞了。从此以后，我再也见不得洋桔梗。王思雨明知婚礼取消，还送来洋桔梗羞辱于峰爸爸的命，还是我爸爸救的。他们怎么敢这么对我呀？我捏住红酒瓶，忍不住往墙上摔，玻璃瓶碎了满地，暗红色的红酒汁染了一整个墙壁。我和于峰曾经在一起过，作为走失儿童，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在长久的陪伴当中互生情愫。大二，我放弃了公费交换的名额，把名额和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也是在同一年，他和王思雨在英国相遇，他认出了他是走失的竹马哥哥。于峰从清贫校草摇身一变兴盛地产的贵公子，单方面和我断了联系。回国时，我还傻傻地跑到他的宿舍楼下去找他。王思雨搂着于峰的手臂，一脸委屈：“你明知道他有女朋友，为什么还来找他？”于峰看了一眼我磨破的帆布鞋，嫌弃地皱了皱眉：“我什么时候跟你在一起过？”宿舍楼下围了好多人，有拍照的，还有录像的。那时候王思雨入了娱乐圈，在互联网上小有人气，而我只是个48线网红。视频被传到网上，断章取义，我成了那个小三。人家郎才女貌，门当户对，见人这么爱倒贴，真服了。看他那个穷酸样子，
其实是想要钱吧？理解陆舟，据说他是孤儿，想上位呗。互联网的狂欢，没人在意真相。后来于峰给我发消息，让我去某酒店取我曾经给他的玉牌，据说是院长捡到我就带着的，刻着我的名字。我去了才发现是王思雨的生日会，我才明白这趟邀请意在羞辱。也是在这趟聚会中，我在洗手间扶了个心脏病发的漂亮妇人，给她喂了药。她发现了我的玉牌和我肩膀上的胎记，我从此认祖归宗，回归了本市最大的地产陆家。据说于爸爸是我亲爸拼了命在泥石流底下救回来的，因此有了婚约。于峰作为后任子，为了自己在家族里更好发展，不顾王思雨，答应了联姻，却仍然和王思雨藕断丝连。而我只是单纯为了找个机会报复一下这对狗男女。本来我的计划是在婚礼之后，毕竟婚礼是达成陆于两家星月地产项目合作的助推器，我本无心搞散这个项目，可谁有在乎过我的感受呢？王思雨和于峰多次在陆家出双入对，没人替我说过一句话。于峰为了王思雨缺席订婚宴的时候，他们也只是轻飘飘地说一句没事，只是一场订婚宴而已。甚至连我妈妈去世那天，这对狗男女都在灵堂的洗手间外尽情相吻。明明那天大伯也看到了这个场景，可他作为王思雨的舅舅，一句话也没有说。陆舟，我不想联姻了，但我需要这场婚礼，你能帮我吗？电话那头像是轻笑了一声，很轻很轻。姐姐，你现在好好休息，保持好状态，等我明天来娶你。醒来时，我才意识到，昨晚和陆舟通话后，我居然睡得很好。11点，双方亲友到场，于峰的父母联系不上于峰，跑来问我，我只是笑笑安慰他们，于峰会赶到的，放心吧。12点整，乌鸡酒店正厅，宾客皆至，我和陆舟并肩站在门口，随着厚重的厅门被推开，现场一片哗然。我忽略两家人的难堪脸色，坚定地牵着陆舟的手走上舞台。会场布置得梦幻而浪漫，星空主题是我亲自盯着设计师完成的。不知道哪家小孩喊了一句，妈妈，这个哥哥比外面照片上的那个更帅呢。陆舟一身深色西装，衬得整个人修长而优雅，确实很帅。柔和的灯光打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却显得他眼神缱绻而温柔。我接过司仪递过来的话筒，感谢各位媒体和亲朋好友抽空参加我的婚礼。婚礼开始之前，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段影片，视频里是这些年王思雨发给我的所有示威图，有正在吃饭的于峰，睡着的于峰，还有他和于峰的床上合照。底下宾客很快就开始议论纷纷，这不是王思雨和于峰吗？什么情况啊？到底没看出来吗？公开抓奸，当场换新郎，程宇堂好牛啊！我适时地把视频关掉，眼含泪珠，声情并茂。其实我分享这个视频，只是想祝福我的前未婚夫和我的表妹王思雨，在我和于峰的婚约当中，他们俩才是真爱。我看不得他们爱得这么苦。现在我找到自己的真爱，希望我们都能幸福。不就是绿茶手段吗？谁还不会呢？说完还假装羞涩地望向陆舟，却撞入他的眼里，满眼深情。新郎可以吻新娘了，司仪的声音适时地响起。我心想，这环节不是取消了吗？陆舟猝不及防地俯下身，又停在唇角咫尺之间。我可以吻我的新娘吗？温热的呼吸扑在我鼻尖，引得我心头颤抖。没等我说话，他便凑上来轻点了点我的唇。我们就这样
在一片混乱中接了个吻。趁着换衣服的间隙，我带着陆舟跑了。车上，我打开手机，婚礼上我声泪俱下的那段表演已经引起讨论。我靠，原来陆羽堂才是原配，当年被骂那么惨，王思雨我服了，还清纯女神呢，原来是这种货色。都说了只是联姻，又没领结婚证啊，这波我占真爱。短短一瞬，从经纪人那得知王思雨已经调了好几个商务和代言，我无所谓地关上手机。保姆车缓缓停在了公寓门口，我给陆舟拿了新的床品。听到浴室传来的水声，我不禁有点脸热。我和陆舟结婚了，浴袍有点小了，陆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我顺着声音望过去，水滴顺着头发滴落在他的身前，又引入若隐若现的心口。我慌乱地移开视线，故作自然地走出客房。你早点休息，我先出去了。一股大力，我被陆舟拉过去，一双桃花眼泛着光望向我。花了500万，姐姐不验货吗？我的身高只到陆舟的脖子，我盯着他的喉结，咽了咽口水。我不想这么快占你便宜。陆舟眼神暗了一瞬，委屈的眼神。你不喜欢吗？陆舟往前一步，真是诡计多端的男大学生。虽然我没打算和陆舟玩柏拉图，但也没打算这么快。看着他的表情，我心念一动，侧身吻了吻他的侧脸，落荒而逃。新婚之夜，我梦里全是陆舟的腹肌和喉结。第二天早上起床，我迷迷糊糊到餐厅喝水，陆舟正围着围裙从厨房出来，我没忍住喷了一口水。陆舟抽了张纸递给我，眨了眨眼睛。怎么了，姐姐？陆舟绝对是故意的，你能穿好衣服吗？我怕你着凉。陆舟似笑非笑地盯着我，装委屈。是吗？可是我很热。我红着脸走到客厅，把空调打开。现在你冷了。敲门声适时地响起，我和陆舟对视了一眼，去开了门。是于峰。于峰的脸上有多处淤青，看来是被教训了一顿，手上拿着户口本和星月地产项目的计划书。雨堂，婚礼迟到是我不好，我们现在就去领证。于峰拧着眉，语气却低声下气，不管他有多不愿意，还是要为了利益向我低头。我冷笑，好啊，你跪下来求我，我就考虑考虑在计划书上签字。陆雨堂，你别太过分，你不就是想和我结婚吗？我如你所愿还不行吗？陆舟想上来拉我的手臂，把我扯出家门。老婆，谁呀？大早上的，身后传来一股热气。陆舟像只大狗一样趴在我的肩头，也把我带离了于峰够得着的范畴。听到这个肉麻的称呼，我没忍住一激灵，我做事抚了抚他的头，盯着于峰说道：计划书我不会签字。于峰，你以为你是谁呀？我老公比你年轻，比你帅，懂。说完我就关上了门，从陆舟的怀里退出来。我向他道歉，陆羽两家关系复杂，以后肯定还会有其他的幺蛾子。抱歉呐，陆舟，把你拉进来。陆舟捧着我的脸，眼睛亮亮的。你不是喊我老公了吗？我巴不得和你一起面对所有事。我和陆舟的相遇算是不正宗的美女救英雄。他来剧组面试男主角替身，却被不干净的东西下了药。那个制片人喜欢小奶狗的爱好，圈里人尽皆知。陆舟长得实在太好看，听到剧组人八卦的时候，我本来不想管的。我在酒店的消防通道里抽烟，遇到他缩在角落里，鬼使神差的把他送医院去了。陆舟是乌大中文系的学生，他是被家里赶出来的，来剧组面试是为了赚下学期的学费。学校里有人夸他长得帅，让他来试试演戏，他就真的来了。
他和我太像了，我出手帮他解决了这件事。陆家大伯的儿子陆骁是圈里人，那是我第一次求用陆家的人脉。之后我就被这只小狗给缠上了。妈妈刚去世的那段日子，我没心思接戏，整天在萧雨的酒吧里买醉，怕我被拍到出黑料。他翻遍我的通讯录，没有一个号码是能拨的，除了潞州。无论多晚，无论在哪里，他总会第一时间出现。这样纯粹又炽热的感情，说不心动是假的。我把所有联系方式都断开，直到我恢复对外界的联系。已经是1周后，从堆积如山的消息中，我提取了一些有用信息。我拒绝在计划书上签字，陆家理所当然地退出了合作项目。于峰又被他爸狂揍了一顿，赶出了家门。可让我没想到的是，王思雨因此闹了自杀，求姑姑姑父帮于峰，所以他俩订婚了。据大堂哥透露，于王两家合作，按他们的体量，本不应该竞标成功，可最后不知道走了神妖路子，居然成功竞标了。你这婚礼力气不够啊，没把于家搞死。我冷笑了笑，我这是积德。王思雨不得给我这个表姐封个大红包。刚挂了电话，又想起是陆家奶奶。糖糖啊，这件事你受委屈了。这周6，你带着你的小对象回来给奶奶过个生日。我是半路认回家的，和奶奶并不亲，她也不是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这场生日宴或许是一场鸿门宴。陆家老太太80大寿这天，我带着潞州去赴宴，于家长辈也在场。于家父母还是逢场作戏般的向我道歉，但脸上却是得意满满，一脸写着没有你们于家又怎样，星月地产项目照样是我的。我假笑着祝福他们两家长长久久，便牵着陆风离开。我带潞州去向奶奶问好，出来时却被大伯单独叫进了书房。潞州想和我一起进去，我晃了晃他的手，示意他没关系，该来的总会来的。陆振宇开门见山，雨堂，这次的事情虽然是你受了委屈。陆振宇顿了顿，话锋一转，可毕竟我们丢了星月地产，白白便宜了王家，你得为公司做出点弥补。大伯，你想说什么？直说吧。你那10%的股份，或者北城的江家，目前有扩到南城来发展的趋势。他们家的小儿子尚未婚娶，你可以。好家伙，这世界离了联姻不能活了，合着我回陆家就是拿来联姻的呗。我忍住翻白眼的冲动，我已经结婚了，股份是爸爸留下的，我不能动，那就离了。这毛头小子能帮你什么？能帮我们陆家什么？我的沉默震耳欲聋。陆振宇对我的姿色未免太过自信，江家小少爷凭什么要一个二婚的女人？陆振宇见我油盐不进，丢下手里的钢笔放话：你自己看着办。我知道这是预告，打压我的预告。从书房出来，我找不到潞州了，我怕他被人欺负，在大厅里绕了一整圈，终于在后花园里找到了他，和他面前站着的于峰。陆，我刚吐出一个字，王思雨就跟幽灵一样闪现在我面前，手腕上还扎着厚厚的绷带，割腕割的。王思雨一脸傲娇站在我面前，看了一眼远处的于峰和潞州。你在婚礼上闹这么一出，却让我们俩订婚了，我还要多谢你呢。陆雨堂，王思雨这个恋爱脑，丝毫不在意自己丢了多少资源和自己的名声，只想着怎么在这段我毫不在意的感情中争强好胜。算我没料到他傻到这地步了。哦，那恭喜啊，你们俩终于不用野合了。你找的替身居然还是个穷学生，和你一样穷酸样。我懒得和他废话，冷笑一声，
他比于峰帅，比于峰好。王思雨瞬间脸色涨红，难看得很。难道于峰真的不行？我嗤笑一声，就想离开，谁知道后面传来一股力量，把我推到了泳池里。糖糖，我被陆舟捞起来的时候，王思雨却掉在了水里。于峰不会游泳，自然也不会为了他奋不顾身，只能像只鸭子一样趴在泳池边。王思雨呛了一口水，在池里不顾形象大喊大叫：“陆舟，你是不是想杀人啊？”他在狗叫什么？陆舟脱下西装，把我包裹起来，冷冷地看了一眼泳池，眼睛里是我没见过的冷意。回家的路上，我拿起手机搜索起了江家。江家的势力比南城这几家都大许多，涉猎范围很广，扩到南城的第一个项目就指向星月地产项目，可惜没有成功。至于那个小儿子，网络上寥寥几字，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你在看什么？陆舟靠过来，手指划了划我的手机，我按灭屏幕，下意识应道：陆振宇疯了，要我离婚，去勾江家的小儿子。说到一半，发现陆舟眼神一下就暗了下去，赶紧找补：我不会和你离的。什么江家和嘉海家，大户人家肯定乱七八糟，我只要陆家周周。陆舟脸色闪过一丝暗淡：真的吗？可我们连结婚证都没有，忘了这一茬了。我捧着他的脸，刚要说话，却发现陆舟烫到不行。他刚才跳下水里捞我，后来又把干外套给我穿。陆舟发烧了，神色恹恹地躺在床上。我过去想给他塞体温计，陆舟抬手握住我：姐姐，我今天没力气。几秒后，我才反应过来他说了什么，顿时耳根一热。陆舟轻笑了笑：跟你开玩笑的，我没事，你别担心。虽然跟我开着玩笑，我也能看出他情绪不高。我看他一脸失落的样子，开口试探：于峰今天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你只是为了气他，才找我当替身。陆舟顿了顿：我和他像吗？踢个鬼啦！我一气之下忽略他还是个病号，跨坐到了陆舟身上，忽视他晦暗不明的眼神，捧起他的脸认真道：我早就不喜欢于峰了，从他背叛我的第一天开始，我和他结婚。总之我现在很庆幸自己没有和他结婚。陆舟把头埋在我的颈窝里，声音里带着不确定：为什么？为什么庆幸？不等我开口，滚烫的吻落在我的肩颈，炽热，不容拒绝，让我来不及思考。被经纪人电话吵醒的时候，我感到喉咙一阵剧痛，果然传染了。雨堂，延迟遇见定了你女2号，下周进组。我面的不是女一吗？据说是上面有人打招呼，空降了王思雨。你们俩这天然的热度。不过你别担心，上次婚礼事件之后，舆论风向还是偏向你的。大伯的动作还真是快，打压我，让我把股份交出来的意思。我揉了揉脸，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毕竟屎难吃，钱难赚。如今我也只是个3线女星，还没有强大到剧本随意挑选的地步。挂了电话，无法忽视的热源从身后传来，很自然而然地被搂进怀里。我伸手探了探陆舟的额头，被他抓住。已经好了，你是已经好了，我被你传染了。狗崽子，下周要进组了，你说我的人生什么时候能远离王思雨呀？陆舟舟，陆舟蹭了蹭我的后背：不去了，我养姐姐。我笑他，拿我的钱养我，好好学习吧你。陆舟笑笑，转而问我为什么选择拍戏。起初拍戏是为了挣钱，后来也就渐渐喜欢上了这个行业，喜欢在镜头前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那类型呢？你最喜欢什么类型的剧本？如果可以的话，
以后希望可以演电影吧，孤儿院题材的。不过这种题材应该很少会有的。陆舟眼睛亮亮的，一定可以实现。到了剧组，不可避免地碰上了王思雨，她脸色不是很好，涂了很厚的粉。我当作没看见，直接从她身边走了过去，却被一把拉住。王思雨像只好斗的公鸡，努力面试了这么久，最后我是女主，表姐很气吧？我用过的男人你喜欢，面过的角色你也要抢。王思雨，其实你喜欢的是我吧？我甩开他的手，也没多大力，就把他推倒了，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王思雨从小就是娇小姐，我没管她，直接回了休息室。第一场和王思雨的对手戏就是扇巴掌，我扇她，谁让我是恶毒女配呢？当然，我没有把个人情绪带入到拍戏中，按照导演要求走戏。听说王思雨在组里向来都是数字公主，今天却主动要求真打。导演一喜，既然思雨不介意，那雨堂你认真点打吧。几轮过后，导演喊了卡，王思雨捂着脸，导演，我们再来一条吧。我感觉刚才发挥的还不是很好。等到再次导演喊卡的时候，王思雨脸上已经红肿。我揉了揉发麻的手掌，继续下一场戏。直到晚上我才知道王思雨一出一出的是怎么回事。收到经纪人消息，我刚下戏准备回酒店，井号陆雨堂剧组霸凌，井号已经被顶到热搜第一。视频里除了我一把把他推倒的画面，还有隐秘角度拍到戏里我打他巴掌的画面。一天后，又有狗仔爆出王思雨入院治疗的画面，一时间网络风向又变了。剧组霸凌也太过分了吧？陆某本性难改呀，说不定是拍戏内容呢。某些人公报私筹备，明显是婚礼说着放手背地里来这一招。同一楼上，陆就是又想挣名声，又想复仇。其实王思雨挺可怜的，我想发博澄清，但剧组却以不能透露剧情要求我不允许澄清。我以为只是网络骂战，可没想到刚回到酒店，一个戴着口罩的陌生男人就拿着一杯不知名液体朝我泼来。我下意识拿手臂捂住了脸，没有感受到想象中的灼烧或者湿润，而是闻到了熟悉的松木香。陆舟三两下就控制住这个人，所幸泼的只是糖水。等一切处理完毕，回到酒店，已经到了凌晨。刚进房间，陆舟就把我抱得死死的，吓死我了。要是我没有来，我拍了拍他的后背，安慰他，没事，不是只是糖水吗？我也有些被吓到，加上拍戏很累，陆舟很快就把我哄睡着。迷迷糊糊间听见了房间的关门声。第二天，网络上的话题突然消失。我打给经纪人，你花钱了？经纪人，在谈啊，还没谈拢呢。是不是你的富婆粉丝帮你搞定的呀？排除了一些选项，我觉得是遇到心软的神了。之后的戏程正值暑假，陆舟寸步不离的在我身边，有他在身边，我也乐得自在。到了剧组休假时间，我带着陆舟到周边景区逛了逛，结果在钢琴博物馆竟然碰上了于峰和王思雨。于峰在和工作人员交涉，想用古董钢琴弹奏一曲。王思雨站旁边，很是期待的样子，可工作人员油盐不进，表示不行，真晦气。我拉着陆舟转身要走，他却拉住我，姐姐想不想听我弹钢琴？陆舟，这是博物馆，你不会像这俩傻子这么天真吧？陆舟只是挑了挑眉，松开我，径直向服务台走去。过了一会儿，一位戴着眼镜的老者出现，和陆舟说了几句什么，
就把他带到了于峰的钢琴处，在于峰和王思雨难堪的脸色下，即兴弹了一首《天梯》。陆舟长得出挑，好多游客拿出手机拍他。一曲毕，陆舟越过人群向我走来，还有好多迷妹跟着走。我想，陆舟当年不应该来面试替身，应该直接面试男主角，他一定会大红的。可是私心却不想让他被这么多人看到，于是我拉着他就跑。晚饭后，我开了一瓶红酒，今晚决定睡了陆舟。这个决定从他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做了，除了上次那个吻，我们都是盖被子纯睡觉的。气氛正好的时候，陆舟的电话却响了，于是他放下了酒杯，拿出了电脑，开始修改论文。我忍不住捂住双眼，喃，我的老公居然还是个随时要改论文的大学生，我却天天想着对他这样那样。陆舟盘腿坐在地上，我的腿边，仰起头来，眼睛笑得弯弯的。大学生不好吗？我忍不住张了张口，哪儿好？陆舟编辑好邮件，点击了发送，盖上了电脑。姐姐试试就知道了。沉溺在陆舟给的温柔中，我才想起来问：今天你是怎么说服博物馆让你弹琴的？他埋在我的颈窝处。我说，我喜欢那个女孩很久了，想跟她求婚。陆舟的钢琴视频还是在网上掀起了一阵小波澜，同时被拍到的还有他向我走来，我拉着他跑的画面。好帅啊呀！我原地叫老公。女主角是陆雨堂吧？她不是结婚了吗？贵圈真乱，在现场，帅哥真的很帅，至少1.85米吧。可惜男大学生之三当三。哦豁，我霸凌出轨包养，但我依旧是个好女孩，都已经扒到陆舟的学校了。这次我没犹豫，直接发了博澄清。帅吗？我老公。刚发完博，就接到了陆潇的电话，是让王思雨空降的，我的那位堂哥。我面无表情地接起电话，你是打来看我在网上怎么被黑的吗？电话对面咳了咳，黑红也是红吗？我也是在我爸底下讨生活，你知道我没打算对付你的，叔叔婶婶以前对我挺好的。我哼了一声。陆潇又接着道，我是给你透露消息的，最近要发生大事，但还不能说。挂了电话，才注意到陆舟已经坐在床尾，似笑非笑地盯着我。怎么啦？陆舟黏糊糊的喊了一晚上老婆。后来我躺在陆舟怀里，陆舟，我们找个时间去领结婚证吧。陆舟眼睛倏然亮起来，真的？我点了点头。他先是开心，过了一会儿眼神又复杂起来，欲言又止的。我问，干嘛？不想啊。陆舟摇摇头，等结了婚，我有话跟你说。陆潇说的大事件，在这部剧快要杀青的时候，终于浮出了水面。因被人实名举报，本市某官员落马，连带查出受贿5000万，将原属于江家的南城项目违规给了于家和王家。据陆潇所说，是江家下的手，星月地产项目停工，于某某和王某某也涉嫌行贿罪被抓了起来。王思雨是王家公开的女儿，剧组当即也就当即停了工。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则监控视频，是在剧组王思雨挑衅我和要求真打的前因后果。互联网风向一下又变了，我内心毫无波澜，只是觉得白在剧组待了3个月，这戏是播不出去了。我没有休息，马不停蹄地进入到了下一个剧组，是我一直想演的孤儿院题材的电影，叫做《家园》。据说这个编剧第一个作品就登上了乌鸡国的最佳编剧奖，但却一直神秘，没有露过脸。我好奇为什么会找上我，经纪人说投资人看过我的履历，觉得我可以试一试，
面试的时候是导演主导，全程很严肃，我尽自己最大努力表演好，得到了回去等消息的通知。陆舟周末来看我，我到酒店2楼咖啡厅等他，却遇上了于峰。于峰胡子拉碴，毫无血色，把我拦住。雨堂，我后悔了，我们结婚吧，我们本来就有婚约，不是吗？于峰这个人荒谬到我仿佛从未认识过他。我冷笑一声，于峰，你无视王思雨，有视陆雨堂，你以为我陆雨堂是专门收垃圾的？于峰上前一步想拉我的手，被我躲开。他颓然地搓了搓脸，我以前脑子懵了，我喜欢的是你，我不喜欢王思雨了。要不是他爸的馊主意，我们于家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于峰絮絮叨叨说了好多，无非就是后悔没和我结婚，后悔和王思雨在一起等内容。我没认真听，只想着陆舟怎么还不到，就顺眼往门外瞧了一眼，却瞧见了站在门外面色苍白的王思雨。王思雨双眼通红，显然已经听到了全部内容。我向门外走去，经过王思雨的时候耸了耸肩膀，心疼男人就是你不幸的开始。王思雨突然抓住我，歇斯底里的大喊，是不是你？妈妈说是你去勾江家的人，是他们动的手脚。我真不知道王思雨哪来的想象力，也不想想，他们动的本来就是江家的奶酪。刚想把王思雨甩开，身后就传来一道力量，把王思雨推倒在地上。我侧过身，看见陆舟脸上的戾气。王思雨气得在地上双手乱甩，指着陆舟。陆舟，你以为这件事结束之后，陆雨堂还会看得上你吗？他早就和江家小少爷勾搭上了，你这个愚蠢的人！我看向陆舟，刚想开口解释，陆舟却一把捂住了我嘴，露出受伤的眼神，语气却坚定，不管他把我当什么，我都爱他。说着，陆舟嗤笑了一声，不像你，没有利用价值了就被一脚踢开。陆雨堂永远值得被爱。我不可置信地看向陆舟，心里软成了一滩水。刚进了房间，陆舟想开口说话，电话铃响了。我如梦初醒般放开他，接了电话。雨堂，家园定了，制片人陆总和投资人江总今晚约你吃饭。被这一块大饼砸到头上，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复述给陆舟听，他笑得比我还开心。姐姐，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我到衣柜旁挑饭局的衣服，陆舟却从行李箱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盒子，是一件素雅的旗袍。姐姐，穿这个吧。我听说陆玉宁喜欢旗袍。陆舟的语气怪怪的，我似信非信地看了陆舟一眼，不知道他从哪打听来的陆总的喜好，最后还是换上了陆舟送的旗袍，尺寸好合适。你是找哪位师傅做的？陆舟支支吾吾，最后暧昧地开口，你哪里的尺寸我不知道。陆舟陪我一起赴约，自己在隔壁包厢开了一桌等着我。进到包厢的时候，我才知道陆舟说的是真的，因为陆玉宁本身也身着旗袍。我礼貌地问好，并感激他们能给我这次出演的机会。合作事项谈完之后，开始唠了唠家常。陆玉宁气质绝佳，人却亲和不已，拉着我的手说看了我的试戏，生动到不像是演的，想到了妈妈。我不禁摩挲了几下他的手，说其实我从小是在孤儿院长大的。陆玉宁听了，一脸心疼，眼眶湿热。江恒在一旁拿起手帕给他擦眼泪，一脸宠溺，被喂了一嘴狗粮。我一时之间感觉很想念陆舟。陆玉宁抹了抹泪，糖糖，我和你真投缘，不知道你结婚了没？我有个儿子。我内心咯噔一声，
来之前我已经做了功课，我知道江衡就是大伯口中江家的掌权人，陆玉宁是他的夫人，但我还抱有一丝期待，是我的演技征服了他们。没想到，我缩了缩手，郑重道：“陆总，我已经结婚了，所以抱歉。”我抿了抿嘴唇，如果这个角色和婚姻挂钩，那我可能无福参与了。我很爱我的丈夫。陆玉宁顿了顿，随后又和江衡对视了一会儿，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江衡咳了咳：“陆女士，你放心，我们绝对不是强取豪夺的人家。这部戏找上你，是因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安心参与吧。”陆玉宁也跟着点了点头。至于婚姻，江衡轻拍了拍陆玉宁的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看来你的小儿子还得自己想办法。”我被他们搞懵了，恰好饭局也到了时间，我便找了个借口退出去结账。没想到回来的时候，看见了陆舟在走廊尽头，可他怀里搂着的那个人，分明就是陆玉宁。我炸了，我就说陆舟这人不能带出来，谁看了都会喜欢的。我想也没想，蹬着高跟鞋就过去了。抱在一起的俩人闻声松了开，陆舟脸上罕见地出现了一丝慌乱。姐姐，我挡在陆舟身前，心跳如鼓。上一秒才和这个人谈完合作，这一秒我就要丢掉这个合作了，有点舍不得。但为了陆舟，我咽了咽口水。陆总，江总那么爱你，你这么能，这位是我的先生，他还小，希望你能放过他。陆玉宁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陆舟，扑哧一声笑了，下一秒脸又鼓了鼓。我不禁想，他年轻的时候肯定是倾国倾城又性格可爱的女人。陆玉宁睨了睨陆舟：“燕之，趁我在这里，你还是坦白吧，我还能帮帮你。”我不明所以地看向陆舟，燕之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陆舟扯了扯我的衣摆：“姐姐，其实她是我妈妈。”凌晨2点，我坐在床上，看着剧本上赫然写着编剧江燕之，我才意识到，我这是捅了江家的哦。我的老公居然就是江家的小少爷，搞什么隐姓埋名这一套。我啪的一下盖上了剧本，躲进了被窝里。没过多久，听到了门卡开门的声音，我任由陆舟进了房间，接着床上一阵窸窸窣窣。我不知道陆舟在搞什么鬼，没忍住打开了灯，又一瞬间关上了。陆舟跪在了床上：“姐姐，对不起，我不是想骗你，我想领证的时候和你坦白的。”语气要低声下气，有低声下气，还带着哭腔，这谁能气得起来？可我还是板着声音质问：“江家小少爷，原来你就是我大伯想要我勾的对象啊！500万就把自己卖给我，真是委屈你了。”陆舟把我埋在我的颈窝蹭了蹭，把自己低到尘埃里。我本来就是你的。陆舟是假名字，不是，妈妈姓陆。对哦，忘记了，他妈妈叫陆玉宁。没钱交学费是假的，是真的，但是是我自己跑出来的。你是怎么跟钢琴博物馆说的？其实那个博物馆是我外公开的，我怎么就信了博物馆的东西随意就能给别人求婚用这种鬼话？我没忍住捶了一下他的后背，身后的人闷哼一声。我纳闷儿，没下手那么重啊，感觉到不对。我打开了灯，陆舟后背密密麻麻的红色痕迹，我一下慌了神。陆舟淡定地把我搂在怀里：“是我爸教训的，离家出走，换专业，骗你，他都教训了。”趁机亲了亲我的耳朵：“姐姐，你别气我了吧？”我躲了躲，想赶紧下床找药酒给他抹上，却被搂得更紧。我忍不住松了口：“江燕之。”我第一次喊他的另一个名字，我凭什么会气一个想尽办法来爱我的人呢？说完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没好气道：“
让我去拿药。这身皮不好看了，我可不喜欢了呀。江燕之放开了我，又乖乖任由我给他上药。看着他斑驳的后背，我没忍住鼻子一酸。你爸下手也太狠了。我进了家园的剧组，进组的那天，我拿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保安大哥刚好路过，帮我捡了起来。保安大哥笑了笑，你老公很爱你哦。之前他来监控室找视频来着，找了一个通宵。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什么视频？就是你和王思雨对戏的视频。他找遍所有监控，才发现有个死角刚好拍到了。回想起那夜陆舟出门关上的房门的声音，我没忍住笑了笑。那些消失的视频，消失的负面话题，还有消失的王思雨的脑残粉。原来我遇上的心软的神是我的老公啊！家园准时开拍，江燕之作为编剧，全程跟组，在剧组里一丝不苟的江大编剧。下了戏还是那只粘人的大狗狗。杀青的时候，我当着全剧组的面准备了戒指，向江燕之求了婚。1.85米的男人瞬间哭成了傻瓜，3个月的人设彻底崩塌。这次真的去领了结婚证。去领证的那天，出来的时候碰上了于峰和王思雨，他们是去离婚的。听陆潇说，于峰为了给自己家拉投资，准备去傍富婆，但富婆都瞧不上他。王思雨在姑姑的威逼利诱之下，准备嫁给一个50多岁的二婚小企业家，彩礼已经谈好了。不知道他们起了什么冲突，在民政局门口大打出手。王思雨坐在地上崩溃大哭，说于峰是个以怨报德的人。他说的也没错，但他自己也为自己的插足和恋爱脑付出了代价。江燕之搂着我，捂了我的眼睛，脏眼睛，把我带上了车。领证之后，江燕之恨不得天天把证揣在兜里，最后被我勒令锁在了抽屉里。我们重新举办了婚礼，背景板是一张手绘的那张结婚证，是领证那天找户口本，我在抽屉里找到的。这家伙想领证，又不敢和我坦白身份，自己画了一张。我们的婚礼有亲人朋友的祝福，不再是为了别人，只关乎我们自己。司仪的声音适时地响起，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未等江燕之动作，我便主动攀上她的肩膀。我可以亲吻我的新郎了吗？江燕之笑眼弯弯。当然。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结婚当天，伴郎团霸气拉横幅，灌倒岳父，威胁岳母退还彩礼。新娘照娶，老公笑呵呵地捶伴郎的胸赞叹：好兄弟。婆婆笑烂了脸说：真有面子。小姑子阴阳怪气说：只是开个玩笑。我脱下高跟鞋，撕了婚纱，反手给他们一人一大嘴巴子。我笑盈盈道：开个玩笑，你们不会生气吧？这还在街上，怎么就停车了？赵武的家在小村子里，这条街离他家还有一段距离。头车是摄影车，我和赵武在第2辆车上，看不清前面，只看到乌泱泱的围了一堆人。赵武倒是很开心，林子他们说要给我们惊喜。林子是赵武从小到大的兄弟，也是他的伴郎之一。我向来看不惯赵武这帮兄弟，他们都是一群小混混，第一次见面就向我借钱。我不愿意，就一直在赵武面前阴阳怪气说我不好。没想到他们会在今天准备惊喜，看来还是拎得清的。我和赵武一起下车，还没走近，就看到林子几个人，个个穿着红色长衫，戴着墨镜，还举着一条红色横幅。看见他们穿着红色长衫的那一刻，我的脸就拉了下来。我们今天可是西式婚礼，伴郎却穿着中式衣服，
伴郎的西装可是我专门给他们买的，每一套都上万。赵武也没想到他们穿成这样，面上有些尴尬，却还是凑到我耳边低声说：“他们可能是为了惊喜吧，老婆别生气。”我微微点头，现在是真的期待这所谓的惊喜了。见我点头，赵武开心地拉着我就朝林子走去。这条路修了10多年，到处坑坑洼洼，婚纱本就贴身，我穿着高跟鞋，时不时还卡一下，赵武却丝毫没注意到。我的心情一步一步跌到谷底，好不容易走近，视线扫过横幅的那一刻，我的怒气彻底涌了上来。只见鲜红的横幅印了几个黄澄澄的大字：灌倒岳父，威胁岳母，退还彩礼，新娘照娶。最下面赫然还有一排小字：兄弟团在此，谈他。因着林子几人大张旗鼓，附近的居民都被吸引围在了他们后面，每个人脸上都是吃瓜的表情，甚至一些好事的一直举着手机。但是林子几人浑然不觉得众人是在看他们好戏，反而觉得自己大出风头，脑袋昂得更高了。极致的愤怒反而让我冷静下来。我瞥了眼赵武，想看他什么反应。这几人明晃晃地羞辱自己的妻子，再好脾气的人也会受不了吧？但我错估了赵武一家的脑回路。只见赵武竟然泪眼汪汪，冲到林子面前，笑着捶了他一拳。好兄弟！林子将墨镜推到头上，得意洋洋地说：“兄弟没给你丢面子吧？”一同去接亲的婆婆也凑上来，笑烂了脸。林子可真是给五子长面子啊！我穿的婚纱是抹胸的，头发又高高盘起，脖颈间露了一片。林子视线在我身上逡巡片刻，伸手想搭在我肩上，我后退一步，躲开他的手。他的脸色沉了下去。嫂子怎么不开心啊？我反问他：“你这什么意思？”我兄弟老实，我可不傻，我不过是帮他而已。你这意思是我骗了赵武？他忙摆手：“哎，我可没说这话呀，只是这方圆10里就属嫂子你要的彩礼最高，还要什么5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家卖女儿呢。”婆婆本就对我家要的彩礼数不满意，一听更是朝我翻了个白眼。我看向赵武：“你也这么觉得？”赵武嘴唇蠕动，眼神躲闪。这下我彻底明白了，这是给我个下马威呢。嫂子，我也不是找你麻烦，只要你还了彩礼，婚礼咱开开心心的办。我冷哼一声：“我图他赵家倾家荡产才凑齐的6万吗？哦，还只给了一半。”伴娘邓涵瑜是我闺蜜，早就听不下去了，跳出来说：“5金的钱也是我家吕涵出的。这场婚礼还全是我家出的钱，一共15万。你这么仗义，不如你帮他给了吧。”我又刺了林子一句。围观的人窃窃私语，大家不是傻子，自然知道赵武一家的坏心思。婆婆平日里就要面子，如今被奚落，狠狠瞪了我一眼。在后面半天没说话的小姑子走了上来，脸上带着笑，话里却阴阳怪气的：“哎呦，嫂子，林子哥就和你开个玩笑，说这些至于吗？”玩笑！我脱下高跟鞋，撕掉了婚纱下摆。幸好婚纱是鱼尾款，撕起来很轻松。在众人惊呼的声音中，我站到林子面前。林子、赵武、小姑子3人正好站成了一排。我高高扬起手，巴掌从林子的脸上一路跟到小姑子脸上。我的动作太快，他们也没反应过来。我笑盈盈道：“我开个玩笑，你们不会生气吧？”小姑子跳起来大吼：“吕涵，你有病啊！”林子青筋直冒，想冲上来，被我的哥哥拦住。我将鞋甩到赵武脸上：“我有病才会和你结婚，告诉你，今儿这婚礼取消，我不嫁了。”赵武一下子就慌了，
忙上来拉住我的手：“小韩，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把手抽出来，使劲儿在婚纱上擦手：“别在这儿假惺惺的，你以为我和你开玩笑呢？”说完，我翻了个白眼，就要回婚车上去。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上，那模样活像没了爹妈。家门不幸啊！就因为钱，你们就要取消婚礼？你们吕家太欺负人了！我冷眼看她，玩撒泼，谁不会呀？我扯下头纱，也坐在地上，头发散落，很是狼狈。我嚎得比她声音还大：“兄弟欺负嫂子，小姑子看不起嫂子，老公在家吃软饭，婆婆还想吞了儿媳妇家产。呜呜，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婆婆伸出鸡爪，颤颤巍巍：“你胡说！你个贱人，小心我揍你！”林子骂得更难听。我随即抓住围观大妈的手，现在他们还骂我。呜呜，我这还没进门呢，就这样，以后肯定还不知道要怎么欺负我。一个村子里的人，大家都知道各家是个什么德行。赵家名声本来就不好，如今看我被欺负，纷纷站出来说话。大妈更是护鸡崽子似的把我拉在身后：“幺婶，你们今天做的确实不对，关你屁事！路过的粪水你都要尝尝咸淡。呸！你们赵家活该娶不到媳妇！什么东西！”最后场面变成了赵武一家和众人的乱斗。村支书带着人将大家分开，赵家最惨，脸上全是别人的唾沫星子，而我家和赵武一家作为当事人，当场被打包进了局子。派出所内民警询问我们事情经过，而等我一五一十说完，民警在看向赵武一家的眼神也不对了。那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毕竟是小纠纷，还是以调和为主？我理解民警，淡淡说道：“反正我和赵武也没领结婚证，这婚我也不打算结了。我将彩礼3万还给他们，但我要求赵家也承担这次婚礼一半的费用，给我家7万5。”民警点点头，觉得这方案比较合适。他转过头看向赵武：“你们同意这个方案吗？”婆婆一拍桌子跳起来：“你他爹抢钱啊！我不同意！安静！这什么地方？你还敢骂人？”婆婆到底是怕警察，气焰压了下去，却还是嘀嘀咕咕：“她说15万就是15万哇，万一他坑我家呢？我家也是出了钱的。”我掏出手机，给警察一张一张翻与婚礼有关的订单截图和支付记录。幸好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婚纱、婚宴、旅馆，凡是用钱的地方，我都拍了照做证据。我这还只是算的大头。我又看向婆婆：“你说你家出了钱，拿出证据来呀！”民警当然不是傻子，一看这场面就知道谁在说谎。最后对着赵武一家一通教训，他们也只能苦兮兮陪笑说以后不敢了。临走时，民警也象征性地说了我们一顿。最后女民警还拍拍我的肩，说我很聪明，知道留证据。警局门口，我向赵武发出通知：我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给你3天处理事情，3天后7万5你必须给我，1分都不能少。韩寒，你真的要做这么绝吗？赵武垂下眼，深情万分地看向我，一副美男捧心的样子。当初我就是馋他的外表，又觉得他老实，才会和他在一起。我还奇怪他一个名校毕业，工资过万，长相英俊的人怎么30岁了还没结婚。现在看来都是有道理的。别叫这么亲密，咱们现在没关系。哦有，咱们是债务关系。那3万块你什么时候还我？见赵母又咋咋呼呼大叫，我真怕他一下就过去了，好心提醒道：听说现在墓地挺贵的，你家还欠着7万呢。阿姨，你还是给赵武省点钱吧。哦，那3万早就已经转给赵武了。
以后可别找我要哈。3万块早在还没进警局时，我就已经在微信上转给了赵武，还特别备注了，以防他们扯皮。赵母尖声大叫：“你敢咒我！”赵武和赵平纷纷围上去帮他顺气。赵武不耐烦地吼道：“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快滚，离我妈远点！”我耸耸肩，我还怕他们讹我呢，巴不得赶紧走，带着哥哥和闺蜜果断上了车。车子发动前，我又将新娘胸花甩到了赵武脸上。呸，晦气！赵武家乡还比较落后，附近的旅馆都是开了很多年的，当时忙着婚礼也没觉得有什么，现在我越看越委屈。我洗了澡出来就往床上一躺，我爸看到我哼了一声，当时我就说这小子尖嘴猴腮，印堂发黑，一看就不是好人。我妈瞪他：“轮到你现在马后炮了。”我爸怕我妈一被瞪就蔫了，我妈拍了拍我的手，安慰道：“幸好早点看清他们一家的面目，也算是因祸得福了。那就这么放过那小子？”哥哥吕潇不满地叫嚣着，他本来就看不惯赵武，现在恨不得揍他一顿。我爸年轻时就是混混，一听唰地站起来，嚷嚷道：“月黑风高，吕潇，随父套那小子麻袋去。”吕潇看热闹不嫌事大，欣然回应。最后父子俩都被我妈暴捶了一顿，我被他俩逗得哈哈大笑，压抑了一天的心情轻松许多。不过涵涵，你真的就这么放过他们吗？闺蜜邓涵瑜一说，屋内众人的目光又放在了我身上。我狡黠笑道：“涵瑜，我记得你和赵平都是网红吧？”邓涵瑜一瞬间懂了我的意思，桀桀地笑起来。赵平是某抖上的网红，粉丝只有几十万，但是名声不小。其一是他凭借力的富家女人设认识了一圈粉丝体量较大的网红，其二是他经常在网上站队扯头花，粉丝都知道他因为哥哥要结婚专门停播了几天，还说之后要分享婚礼 vlog。 然而他再次开播却满脸憔悴，额角还带了伤，粉丝心疼询问发生了什么。赵平删删减减将婚礼上的事情说了出去，将我塑造成了一个婚礼现场加价的贪财恶女人设。很巧的是，前一天有另一个网红也吐槽了关于自己闺蜜婚礼的事，粉丝一对两人的话，赫然发现是同一场婚礼，于是愤怒的粉丝冲到邓涵瑜的评论区，开启了嘲讽：“不是吧，不是吧，都商量好彩礼了，还现场加价，真不要脸啊！他家卖女儿吗？真觉得自己是个天仙吗？神仙姐姐来了都不敢这么要价，不是你们在说什么？姐妹指路啊，平平要开心，看看你们粉的人是什么样的吧。”邓涵瑜念了几条评论给我，啧啧称奇，还真被你说准了。赵平还真在网上颠倒是非，赵平在网上作威作福，不知道引导粉丝网爆了多少人，以防他这次还会在网上随便说。我让邓涵瑜提前做点准备。邓涵瑜是游戏主播，就算开直播也没露过脸，就连说这件事情也是直播时提了几句。如果赵平不提这件事，那就算过去了。如果他颠倒是非，那真是对不起了。网络上的舆论越来越激烈，甚至引来了许多营销号报道。目前所有人都站在赵平那边，纷纷安慰他。赵平还趁机开直播哭惨，赚了不少。而他混得越好，邓涵瑜就被骂得越惨。到有极端粉丝私信辱骂时，一切就准备好了。邓涵瑜也开直播了，不同以往只有游戏画面，这次我和邓涵瑜一起出现在了镜头前。我俩特意穿的普通 T 恤，素颜出镜，看上去很憔悴。嚯，两个人
另一个应该就是新娘吧？你们也好意思开直播，真丢女人的脸。姐姐，我想听你说，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弹幕刷得很快，大多都是网友的谩骂，其间夹杂了一些邓涵宇粉丝的支持。大家好，我是博主邓邓等等，也是这次事件主角的闺蜜兼伴娘。之所以现在才回应这件事，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对方竟然在网上颠倒是非，将一切的错都甩到了我朋友身上。我们知道光讲故事没有丝毫可信度，所以我们决定将一切证据整理好之后再给大家一个交代。而我只是一个参与者，没有资格给大家说这件事，所以接下来会由当事人给大家讲述整件事情的真相。邓涵瑜说完，将镜头对准了我，我扬起一抹苦笑，自我介绍一番后，将当天的事情娓娓道来。当天跟拍摄影一直在尽职工作，拍下了一切，所以我们找摄影师要来了视频，将其中的一些画面打印下来，来佐证我的话。所以其实是男方先要求女方退还彩礼的，他们图什么？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能说大家脑回路不在一条线吧。你那些照片也很模糊啊，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之后我们会将今天直播间展示的图片全部发出来，是真是假，大家可以到时候分辨。又是剧本，你们网红别太搞笑。首先很少有人会拿自己的婚事来炒作，其次我并不是网红，也从不玩网，不存在需要炒作一说。最后以我闺蜜的咖位，想炒作也会找位大网红甚至明星，不会找这种糊糊。最后那点我倒是没夸张，邓涵瑜游戏打得好，这个账号也是该游戏头部网红，和官方都有合作。我知道赵武和赵平也在直播间，于是借着网络说道，这段时间我和家人朋友遭受了很严重的网络暴力，大部分网友也是受害者，但针对极少数偏激者的私信辱骂，我们已经请了律师，其中也包括博主萍萍要开心。今天的澄清只是为自己要一个清白，也希望大家以后谨言慎行，不要让无辜者再遭受网络暴力。说完这段话，我就掐断了直播。邓涵瑜直接扑到我身上，涵涵，你也太厉害了吧，一个字都没背错。我骄傲昂头，开玩笑，这篇稿子我背了10多遍，要是能错，真愧对我专业第一的成绩。我看赵平以后还敢不敢利用网络舆论伤害他人了？答案当然是不敢。我和邓涵瑜的直播录屏流传开来，舆论反转就在一瞬间，再加上我手中的种种图片证据，网友大部分都相信了我们这一边。但以防还有反转，这次网友慎重很多，又涌回赵平的评论区，问他有没有要说的。3天过去，他没有任何回应。网友当然知道谁说的是事实，再加上之前赵平卖惨，不少网友都刷了礼物，回骂得更激烈。后来赵平实在顶受不住压力，竟然直接注销了账号。好不容易做完方案，我正伸懒腰准备下班后吃顿大餐，属下小李一脸便秘的表情，拍了拍我，涵姐，楼下出事了。我略微诧异，怎么了？公司坐落在市中心繁华地段，安保严格，怎么会出事呢？小李欲言又止，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刚到大门口，我就听见了熟悉的哭嚎声，吕涵，你还我外孙儿！赵母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旁边是坐着轮椅脚上打着石膏的赵平。几个保安想把赵母拉起来，一靠近赵母，哭喊得更大声了。一看到我，赵母直接冲过来，拽住了我的衣服，
吕涵，你干什么呀？小李和保安动作利落地将他从我身上撕了下来。碍于他是个老人，众人都不敢大动作，只能将他和我尽量隔开。赵平，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赵母情绪激动，我只能询问赵平。赵平直勾勾地看着我，嘴唇苍白，嗓音哽咽。这下你满意了吧，吕涵？你到底在说什么？如果你们还这么胡闹，我只能报警了。不知道哪个字眼刺激到了赵平，他厉声尖叫，就因为你，我的孩子没了。你现在高兴了吧？要不是因为你在网上说那些事，我怎么可能会摔下楼，还流产了？饶是我如此镇定的人都被赵平的逻辑给惊到了。首先是你先在网络上提起婚礼的事情的，其次你自己摔了，关我什么事？讹钱也不是这么个讹法，你凭什么说和你没关系？那请你拿出证据来证明和我有关系。这年头，谁还只凭借口头定罪啊？谁主张谁举证。赵平到底是年轻，被我一噎就不知该如何反驳了。赵母就不一样，她向来泼辣不要脸。吕涵，你简直不要脸！你这么欺负人，你要不得好死！我要报警抓你！我的脸色也沉了下来。那你报警吧，你不报警，我替你报。我倒想看看你母女俩污蔑加辱骂，你们要坐几年牢？辱骂当然坐不了牢，我就随便吓唬他。毕竟能看出来他们赵家都不懂法。我使了个眼色给小李，小李也很上道地拿起手机假装报警。上次进警局的事还没过去多久，赵母和赵平仍然心有余悸，扔下几句狠话就灰溜溜地离开了。小李拍拍我的肩，韩姐你没事儿吧？我没事儿，今天辛苦大家了。大家知道我和赵家的事，也没多说什么。本以为之前的事能让赵家长些记性，没想到他们还是这么贪婪。今天这事倒也给我提个醒，对他们多了几分上心。涵涵，你到哪儿了？邓涵瑜的声音从耳机中传来。今天工作稍微有些多，处理完已经是深夜了。我不由放低了声音，进电梯了，马上就到家。邓涵瑜放下心，长长叹了一口气。那就好啊，你这下班时间也太晚了，这不是为了多赚点钱，早点报复好养你吗？哎呀，那到时候我可就全靠你了。其实我俩都不缺钱，但是就爱互相调侃。电梯很快到8楼，打开时外面黑漆漆一片，楼道灯坏了。我打开手电疑惑道，没什么，就是灯坏了，明天再联系物业吧。边说着我边进屋，刚踏进玄关就被一股大力给拽了进去，我倒在地上，手机也摔了出去，幸好耳机还在。涵涵，怎么了？听到我的惊呼，邓涵瑜焦急询问。黑暗中，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我面前，居高临下俯视着我。我的肩膀磕到了一个尖锐物，已经有血慢慢渗出。我家门口没有大物件，所以是被人翻乱了。这人图钱。我脑中思绪百转，而那人转身按了开关。被灯光照亮的那一刻，我迅速将蓝牙耳机取了下来，攥到手中。突然接受光明，我不由渗出眼泪，眼神再次清明后，发现眼前站着的竟然是个熟人。林子，我讶异出声。林子看我认出来他来，取下口罩，嘿嘿一笑。吕小姐，好久不见。她穿着连帽衫，戴着手套，还背着一个鼓鼓的黑色双肩包。不用想，那包里面已经装满了我的首饰珠宝。你这是做什么？没听到我的回复，邓涵瑜肯定会报警，所以我现在要在保护好自己的基础上，尽量拖延时间。林子啧了一声，这不是没钱了，来找吕小姐借点钱吗？你这是入室盗窃，是违法的。嘿，你不说我不说，
怎么能说我偷东西呢？听到他的话，我不由松了口气。看来他想要的只是钱，那我要小心，不要刺激他。于是我顺着他说：这些东西我都可以给你。吕小姐不愧是有钱人，就是大方。林子朗声笑了起来。那不如你再借我点钱，你家里都是些首饰，没有票子。我赶忙打开包，取出仅有的几张钱，我也只有这么点。见他面色不愉，我又补充道：这卡里有30万，密码是12345都算我借你的。林子夺过钱，往手上吐了口唾沫，开始喜滋滋地数钱，边数边感叹：哎呀，吕小姐又漂亮又有钱，我那兄弟真是没福气。不如吕小姐跟了我吧，保你吃香的喝辣的。他扫视着我，眼里的欲望几乎要溢出来，我不由打了个寒战，有些反胃，但还是勉强笑了一下。我哪比得上赵平呢？听到赵平的名字，林子撇了撇嘴，要不是那娘们有点钱，我才懒得理他。谁知道被多少人上过了，连我的儿子都保不住，真是废物。他说完又擒住我的下巴，眼都笑出了一条缝。吕小姐就不一样了，城里姑娘细皮嫩肉的，我还没试过。她自顾自地做着动作，在我看来油腻的不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赵平和林子是情侣，虽然我不喜欢赵平，但赵平愿意为他生儿育女，林子却这般诋毁他，我心中也不免感到可悲。见我半天不说话，林子以为我默许了，越凑越近，越来越低，滴滴，这是大门指纹解锁的声音。林子吓得一激灵，慌忙回头，而我趁机掏他下3路，同时一拐肘砸他脸上。他一时不察，被我打倒在地。在他惊恐的眼神中，我站起来继续揍他。傻了吧？我从小学就学散打。邓涵瑜和警察一起闯进来时，就看到我气势汹汹地坐在林子身上，肩上一片鲜红。涵涵，你没事。邓涵瑜的话哑在了喉中。我默默放下砸人的包，冲警察叔叔露出讨好的笑。幸好安在家里的监控为我证明了清白，不然我高低要进去待几天。因为肩上的伤口颇深，还是要来医院缝针。我疼得龇牙咧嘴，邓涵瑜就站在一边说风凉话。看来不需要我，你一个人就能把他干倒。那哪能啊？没有你报警，我肯定不行。邓涵瑜使劲儿戳我脑袋，明明知道林子就在屋里，你还敢进去？你胆子真是太大了。我求饶般摆摆手，这不是有你在吗？自从赵平和赵母来我公司闹过后，我怕他们又要使绊子，就找了私家侦探去跟踪他们。果然没过几天，对方就传来一段视频，视频地点是医院。赵平躺在床上默默流泪，林子不耐烦地啧了一声，就知道哭。你有什么用？我也不是故意的，都怪吕涵，都是他害死了我的孩子。这吕涵感动我的人，真是活腻了。林子说完呸了一口，赵母插了一句：你准备怎么搞？他不就是仗着有几个臭钱吗？那老子就把他的钱都拿了。视频很短，就这么几句话。但是私家侦探了解到，这个林子是那边出了名的混混，之前就因为盗窃坐过2次牢，所以我和邓涵瑜早就做好一切等他来，甚至担心他撬不开门，特意没换大门密码。为了抓他现行，我是故意开门进去的。惊呼声是我和邓涵瑜的报警信号。赵武只是和林子说了大门密码，应该负不到多大责任。邓涵瑜沉思片刻，我笑笑，没事儿，反正我也不是为了搞他。其实婚礼这事儿在赵家归还那7万5之后就两清了，现在发生的事说到底都是赵家咎由自取，我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自保罢了。
如果赵平不在网上造谣，林子不来盗窃，我做的准备都是多余的。律师说，林子这次盗窃金额较大，可能会被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哥哥吕潇打完电话走了进来，这事儿别和爸妈说，你们别说漏嘴了。吕潇冷哼，也就是你这次没事儿，不然爸妈知道你就惨了。我眨眨眼不敢说话，毕竟我是真的心虚，也是没有想到林子后面竟然起了其他心思。这种人真是天生恶人。因为养伤，我请了假，在家里好好玩了几天。刚吃完美味的早饭，我接到了赵武的电话：“吕涵，我有事要和你说，出来见一面吧。”他声音低沉，带着浓浓的疲惫。我不耐烦道：“有事儿电话里说。”吕涵，你是不是非要逼死我你才开心？赵武的情绪突然激动，有病就去治，别整天乱废。光明大厦，你不来，我就从这儿跳下去。我一下子弹起来。赵武，你想干什么？赵武没有回答，挂断了电话，害怕他真出事。我下楼打了辆出租，急急忙忙赶到光明大厦。我到时，光明大厦下已经吹起了气垫床，消防员和警察在维持秩序。我上去和消防员说明情况，开始他不放我进去。过了几分钟，得到指令，带着我上了顶楼。光明大厦很高，冷冽的风不断刺激着我的皮肤。我的心剧烈跳动着，赵武就站在顶楼边上，好像随时会坠落。看到我来，他很激动：“吕涵，你来了。”赵武，你先过来。我的声音打着颤：“涵涵，我有很多话想和你说，我们可以去餐馆坐着慢慢说。”赵武猛地摇头：“不要，就在这说。”“好好好，你说。”余光中消防员给我打了个手势，我知道他们是让我吸引赵武的注意力，方便他们实施救援。涵涵，你知道吗？我真的很爱你，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就很喜欢。我每天晚上都梦到你和我结婚之后的一切，那么幸福，那么美好。赵平和林子做的那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我要是知道，肯定会阻止他们。我那么爱你，怎么会图你的钱呢？对不对，涵涵？我连连点头，对的，对的，我相信你。兴许是没想到我会说出这句话，赵武很兴奋。那涵涵，你能原谅我吗？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行，只要你下来。好，我马上下来。赵武低头就想下来，结果被100米的高度给吓到慌了神，脚竟然有些打滑。千钧一发之际，时刻准备着的消防员侧面闪身冲上去，抱住他的腰，一起摔在了天台上。其他人也瞬间围上去，防止赵武想再次冲出去。直到赵武情绪稳定下来，我紧绷的弦才松开，腿不由就软了几分。旁边的一名消防员伸手搀扶着我：“小姐，你没事吧？”我缓缓摇头，心里乱糟糟的。涵涵，涵涵！被扶起来的赵武冲着我叫唤，压抑的愤怒冲到了头顶。我走上前，狠狠扇了他一巴掌：“赵武，你他爹还算个男人吗？”赵武捂着脸：“涵涵，我不懂你什么意思。”我指着天台：“你今天搞这一出，不就是为了逼我和你复合吗？我怎么可能会拿生命开玩笑？”被我戳破他心中所想，赵武也大吼起来：“我们在一起3年，每一次吵架，你都会说你要去死。你自己说的话，你记不住？哦，你当然记不住，因为你从来就没想过要自杀。这些不过是你随口说出来威胁我的话罢了。这次你怎么知道要跳楼了？是谁和你说这么做能和我复合的？你妈还是赵平？”一提到他妈，赵武的神色不由躲闪了几分。我就随便炸他一下，没想到被我说准了。我嗤笑了一声：“你话里话外都在暗示
赵平他们做的事和你没关系，没有你的同意，婚礼上林子敢拉那个横幅吗？我房子的密码不是你告诉林子的吗？赵武反驳，我真的不知道。行了，别装了，你真是让我感到恶心。说完，我不想再搭理他，转身要走。赵武慌慌张张拉住我的手，涵涵，你说了，我们重新开始的，滚！你以后再纠缠我，我就真得报警了。我嫌恶地抽出手，径直下了楼。我当然没那么容易离开，还要和警方说明一些情况。时隔2个月，再次进了警局。也许我该去庙里拜拜，这真是太无语了。警察小姐姐很温柔，递了杯温水给我。你说说你和赵武之间发生的事情就好了，不用紧张。我喝了口水，将近2个月发生的事情都说了出来。说到后面，几位民警看我的眼神都带上了同情。民警小姐姐共情能力很强，竟然还流了点眼泪。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于是又给我接了满满一大杯温水。年龄稍大的民警咳嗽了一声，所以你觉得赵武这次是假装跳楼吗？我斟酌着台词，我不能确定，但是他很珍惜生命。毕竟赵武经常在我面前说他是他妈妈的宝贝儿子，赵家的独苗苗。接通赵武电话时，我就留了个心眼录了音，再加上我和赵武的某信聊天记录，一同交给了警方。民警很感激我的帮助，虽然我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希望你以后不会再遇到这些事。民警小姐姐把我送到门口时，说了一句祝福的话，我苦涩地笑笑，论找个好对象的重要性。民警小姐姐深以为然地点点头。没过几天，警局来了消息，赵武承认自己是假装跳楼，而他这种行为严重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3天。本来想一直瞒着我爸妈的，但是这次事情闹得太大，很多围观群众都录了视频。我爸妈从网上刷到视频，吓得不轻，害怕赵武在对我做什么，连夜让我请了长假，订了机票，将我打包到国外旅游。而我和赵武的事情被神通广大的网友扒了出来，个个吃瓜吃得不亦乐乎，一边痛骂渣男一家，一边夸我清醒独立。但我其实远远没有表现得那么镇定，毕竟我和赵武是真真切切地相爱了3年，不然婚前我不会同意他家提的那些要求。起码我坐在婚车上时，还以为他会载着我到达另一个幸福的港湾。好在美丽的风景和特色美食逐渐磨灭掉赵武一家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等我再次回国，已经是1年后了。网络上的事情日新月异，除了身边的人还关心我之外，已经没人再提了。后来我再次得知赵武的消息，竟然是从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口中。实习生和赵武是同一个村子的人，但是几年没回村的他不知道故事另一个主人公是我。他说赵武因为行政拘留被公司辞退了，又觉得丢不起这个人，一家人灰溜溜地回了村子里。村子老人多，又很少上网，也不知道他们一家在外面的事情。于是赵武凭借着自己的名牌大学生身份，在村子里还是找到了不错的工作，虽然工资没有城里高，但也很不错了。赵平本来要等林子出狱，结果赵母没干，逼他相了几次亲，也着急忙慌地嫁出去了。说到后面，实习生叹息了一声，想不通，他们这种人竟然还能生活得不错。我笑了一声，那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呢？像电视剧一样声名狼藉，倾家荡产？实习生很年轻，还有着大学生的清澈，眨巴着眼睛问我为什么不行。我弹了他一个脑瓜崩，所以说那是电视啊，我们呢？
只要勇敢走下去，一切都会好的。快要下班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吗？实习生抬手看表，嗷的一声跑去工作了。窗外天空晴朗，高高的云层划过一架飞机，拖着一条洁白的尾巴。从前我沉溺于甜蜜的爱情，下意识地忽略掉赵武的缺点，而现在再回望过去，简直一坨狗屎。但是生活不是拍电视剧，没有cut重来，即使闹得再难看，生活总要继续。就像实习生说的，赵武那种人都还能过得不错，我的人生只会比他们更精彩。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